陆景飞带来的那份资料像一把锋利的钥匙，打开了那段尘封了10年之久的黑暗的往事。里面有当年沈明辉与许正红合作的所有原始协议，有几位知情同事的匿名证词，甚至还有一张许正红当年在酒后向人吹嘘自己如何巧妙借鉴了合伙人创意的录音备份。最关键的证据是陆景飞通过技术手段，从许正红公司一台早已报废的旧电脑硬盘里恢复出来的一份被彻底删除的带有原始创建时间戳的设计草图。那份草图的创建者赫然是沈明辉，而他的创建时间比许正红后来申请专利的时间早了整整半年。铁证如山，沈燕看着那份资料，一页一页看得极其缓慢，她的手抖得厉害。那些模糊的、痛苦的、属于童年的记忆，随着这些冰冷的证据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起来。他想起父亲在书房里通宵达旦画图的背影，他想起父亲在被背叛后那双失去了所有光彩的绝望的眼睛，他也想起父亲临终前紧紧握着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喃喃着：“我的图不是我。”10年的委屈，10年的不甘，10年的仇恨，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滚烫的泪水，从他通红的眼眶里汹涌而出。他不再压抑，不再克制，他像一个迷路了10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放声大哭。陆景飞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陪在他身边，伸出手将他揽进怀里，任由他的泪水浸湿自己的衣襟。他知道这场迟到了10年的宣泄对他而言有多么重要。哭过之后是新生，沈燕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那不再是单纯的仇恨之火，而是一种夹杂着希望和决心的坚定的火焰。他要为父亲讨回一个公道。在陆景飞的帮助下，一场针对许正红及其设计事务所的关于知识产权侵占和商业欺诈的诉讼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整个设计界和法律界的目光，一边是功成名就、人脉广博的行业大佬许正红，另一边是名不见经传、刚刚走出校园的青年设计师沈燕，和他背后那个虽然被家族切断了经济来源，却依旧拥有着最顶尖法律头脑和强大气场的陆景飞。开庭那天，许正红请来了业内最顶尖的律师团队，试图用法律的细枝末节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而陆景飞则亲自站上了原告方的辩护席。他脱下了休闲的 T 恤，重新穿上了那身笔挺的仿佛为他量身定做的深色西装。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他身上那股属于法学院天之骄子的锐利而强大的气场瞬间展露无遗。他条理清晰，逻辑缜密，他将那些看似零散的证据串联成一条完整而无懈可击的证据链。他的每一次质询都直击要害，他的每一个反驳都让对方的顶级律师团队哑口无言。沈燕坐在听众席上，看着那个在法庭上为他的父亲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陆景飞，他看着他因为一个法律细节和对方律师激烈辩论时眼中闪烁的自信而锐利的光芒。那一刻，沈燕忽然明白了，她爱上的不仅仅是那个会为她修屋顶、会笨拙地为她做饭的陆景飞，她同样爱着这个站在属于她的世界之巅、光芒万丈的陆景飞。是他将她从泥潭中拉起，也是他让她看到了一个更广阔、更光明的世界。最终，在那些无法辩驳的铁证面前，法官当庭宣判，许正红罪名成立。他不仅要面临巨额的赔偿，还将因为商业欺诈而锒铛入狱。他穷尽一生心血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瞬间土崩瓦解。当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沈燕的眼中再次涌上了泪水。她隔着人群，遥遥地望向辩护席上的陆景飞。陆景飞也正在看她，他的脸上还带着刚刚结束一场激烈战斗后的疲惫，但那双深邃的眼眸里却盛满了温柔的、足以融化一切的笑意。他对沈燕做了一个口型，沈燕看懂了，他说的是：“我们赢了。”